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快速夹钳的认识篇。那关于快速夹钳呢，我们其实在很多场合呢都会运用到。那这部分呢运用到最多的是夹字句。那夹字句呢是运用在各行各业呢，我们可能都会看到，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而已。那关于这一方面呢，夹字句呢通常就是我们用在一个小批量生产或是一些你可能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但是呢，你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夹字句呢，来辅助说完成你一些其他的作业。那今天呢，就会以几个实际案例呢，以及说我们该怎么呢，去剖析它的结构，来分享给大家。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认识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快速夹钳呢它的一个结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常见的第一种呢，我们把它称作是下压式的当然它有分横向跟直向的那这里呢，我们就以横向呢来做剖析，让大家知道那关于这个快速夹钳呢，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手柄。那手柄呢，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手柄往上扳或往下压所以呢，它往上扳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固定，或者是用来做其他的动作。大部分呢都是运用在固定，所以呢，它在固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快速。那一般呢，我们如果没有用这种结构，我们可能要用旋钮或是螺丝调整呢来做固定。那这样子相对的呢，速度会比较慢，而且我们必须要拿其他的工具。所以透过了快速夹钳呢，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快速的去做这个夹的动作所以前端这里呢，我们可以辅助做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构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4连杆的结构这里一个连杆1，中间2，手柄3跟前面4，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4连杆的一个结构。当然这边呢，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那这边呢，我们就介绍了这个其中一个下压式的，而且是横向的。那我们看到呢，比较多本体呢，我们都是运用钣金冲压来成型，然后呢，一样钣金的一些结构呢，中间用铆钉把它铆在一起。那前端呢，我们就可以用螺丝的方式来做调整跟固定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些夹字句的应用。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呢是推拉式的一个夹钳。那推拉式的夹钳呢，它的做动方式呢就会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它就是做一个横向或直向的一个往复的运动。一样呢，它也是属于4连杆。我们看到底部黑色的地方是第一个连杆，然后把手2中间连杆3，以及这个推拉杆4所以一样它是4连杆的一个结构那前端呢也是有螺纹螺丝呢可以做一个调整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把手的移动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这个地方呢做一个伸长或缩短的动作，以达到说我们这里呢可以运用在夹字句的一些动作上那这里等一下呢会来介绍一下实际的案例。那我们最主要呢以这2种呢来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原来这个结构呢主要是运用在这个地方的。首先呢，来介绍第一种实际的运用案例是属于固定的一个结构。那这个固定结构呢，我们会看到我们所运用的是下压式的一个夹钳那我们看到这个底部呢一定会有一个底板。那底板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螺纹孔呢或是沉头孔的一个动作。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垫高的地方。那垫高的地方呢，我们可以运用车床做一个车的动作把这个东西加工出来你可能素材是圆棒形的或六角形的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固定的一个工件它是属于一个平板，然后上面有洞，所以我们在这个六角棒的时候呢，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就可以预留孔位当然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做一个公差，然后呢，把我们的工件放下来之后，那一开始呢，我们的夹钳呢是这个动作，因为我们还没有做下压的动作所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把我们这一个工件呢往下放，固定完之后，我们可能要做其他的动作，好比说你可能这个板子要钻孔，或是呢要做什么粘合的动作甚至说它是一个 PCB 板或是一个电路板，我们要做焊接或其他的一个工序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固定的结构呢来做调整。
那这里呢，我们如果是小批量生产甚至说是大量生产，你可能呢用这种方式呢也是蛮适合的，因为呢我们可以做快速的固定当然我们一开始呢一定要调整它的距离。我们的夹钳呢，一定都是需要做调整的，不会说非常刚好所以我们要依照我们的结构以及我们的弓箭的固定的模式，或者是它的尺寸呢，来做一个微调所以一般呢，我们都会有螺纹来做微调甚至有的前端呢是会有软性的材质因为有一些弓箭呢可能需要这样的模式，我们才可以把它压紧。那这里呢前端当然可以去做变化我们可以做一个钣金来做变化或是说我们挖洞因为呢要让它这个地方呢要轻量化或是其他的用途，我们透过这种方式呢这样子左右一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弓箭呢给它简单快速的把它固定住那这边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其中一个运用的再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钣金弯曲的制具那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们所运用到的就是推拉式的一个夹钳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那这里我们先来剖析一下结构第一个我们看到一样有底板，那底板呢这边做加工，我们做了几个阶级可能要做成靠的用途。那一般呢会有做阶级，就是我们这边呢要做定位用的那我们看到中间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线性滑轨那关于线性滑轨，如果有兴趣的呢，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会放上线性滑轨的认识篇有兴趣的可以到那边去观看那我们看到运用线性滑轨呢第一个呢，我们的精度以及说滑轨呢我们顺畅度会比较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当然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在加工的地方会做一些螺纹孔那来让我们的快速夹钳可以固定的使用以及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拆件那这边呢我们可能要做到一些结构那这里呢要做加工要让它做这个往复的运动，以及说前端呢要来做压的动作，因为呢这里呢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用钣金弯曲的制具嘛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我们一般呢我们运用到这种快速夹钳呢，我们都是手动式的所以呢我们的钣金的厚度一定不会太厚因为太厚的话，我们其实手的力量是不至于没有办法把它折弯的一般呢钣金的有一定的厚度之后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所以要运用到电脑折床甚至冲床，我们才可以把这个钣金冲出来所以我们运用到这种制具的时候呢，通常这个钣金呢，它的厚度通常都是非常薄的。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示范的地方呢厚度是有 0.4 所以我们运用这一个钣金弯曲的快速夹钳制具呢，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0.4 的钣金呢折弯折出我们想要的那这里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一开始看到一开始呢，我们把这个夹钳放松之后呢，把我们这一个地方我们有钣金所以钣金放进来之后它有一定的距离呢当然会预留一些空间，有一定的距离放进来之后呢，再来我们把另一端有固定线性滑轨的地方这一端呢跟这边的夹钳固定之后，我们把它往前搬，往前搬之后呢，它碰到了钣金之后呢，那这边当然要做调整，我们第一次都要做调整，调整到刚好我们的夹钳卡住之后，那也把钣金压住了。压住之后呢，那这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微调看你要微调到什么地方那通常是把这个钣金的地方稍微顶住就可以了这边把它锁紧。再来呢，这个地方呢固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个钣金折弯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从另一端呢直接把我们的推拉型的夹钳往前一推那这边呢我们就示意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呢会被往前推所以它就会折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形状的一个钣金出来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这个简易的一个钣金折弯的制具的结构，然后运用这个推拉型的夹钳再来呢，介绍的是简易的冲压机构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冲压的元件呢是一个电子元件IC 的一个零件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是使用手动的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在冲压的这个零件呢，一样也不会太厚，不会太硬如果是像类似钣金那类的呢比较厚一点的，或是结构比较大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用这种做法就会用到冲床
甚至电脑折床之类的。好，那这边回归正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呢，我们看到一样有一个底板呢来做一个洗平面的动作，所以一样有一个承靠面来做一个固定。然后呢，我们会做心轴，那这边的主要用意呢是要让这个地方做滑动，所以我们这个元件呢可能是可以运用像是线性的轴承，或者是呢我们用自润轴承都可以。那这个地方心轴呢，我们会洗2个平面，要用工具呢，扣住2个平面之后，底部用螺丝把它锁紧，这样子我们比较方便去做组装。然后再来，我们看本体的地方，这个热的地方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底部呢会有螺丝孔，所以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说这个结构呢，完全是用螺丝孔来做锁附的动作。那这边一样的道理。那这边呢，一样是用螺丝来做锁附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螺丝。那这个用意在于说呢，我们呢这个地方不是用焊接的。一般呢，我们当然也可以用焊接来做。那焊接呢，就会有一个变形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如果说我们在做一些剪字具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在制作的过程中想要做修改。那焊接的时候呢，焊死之后，我们一般要改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剪字具呢，都是用螺丝来做锁附。一来呢，我们在修改也方便；二来，我们呢焊接的变形量我们可以去克服，我们可以用加工的方式呢，它的精度会比较好。再来呢，成本也会比较低，我们会比较好做。像这类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种呢厚度都是12T。或是16T 的，我们可以用简单的雷射切割呢，割出这几个平板，然后呢再去做加工螺丝孔的动作，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组装，是很方便的。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使用的是推拉式的夹钳，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把推拉式夹钳往上移的时候呢，它是在这个最顶部的地方，当然这底下呢一样会有加工件，加工件的时候呢，我们做出了我们想要的形状，模拟出我们想要做的动作，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IC 呢放上来做一个冲压的动作。那我们看到它冲压完之后呢，这里的接角呢就会把它折成这个形状。我们最主要的用意呢，就是要做出这个接角。那这里我们看到有时候呢会做这个动作，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直角呢是没有办法那么刚好。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零件可能是直角，但是呢，我们如果用铣床，我们就会知道铣床呢，它在洗的时候，这里一定会有的阿角，所以这边呢有可能会有干涉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做这个动作，这里呢再把它洗一个圆洞之后呢，这个阿角就不见了。那关于这一部分呢，你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呢用铣床会有阿角的呢，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呢也会放上铣床的入门认识篇。以及铣床刀具的认识篇，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些阿角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那这里呢，我们直接把这个手柄往下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辅助，这个心轴的辅助以及这个推拉式的辅助呢，把这个地方这个结构往下压之后。当然这里有螺丝孔，螺丝孔我们可以做调整，说我们的位置想要在哪里。然后第一次我们调整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之后，刚好我们把这个把手呢压到底之后，我们也可以把弓箭这个地方呢压出我们想要的形状。再来呢，我们就可以重复的往复这个动作，往上抬，然后把弓箭取出来，再把新的弓箭放进来，再往下压。所以这个动作呢就很快速，我们一来一往，做这个动作是非常快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字具呢，你可能是用工具一根一根往下搬的时候呢，你可能搬不好，角度不对，或是呢每次搬的长度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剪字具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那这边呢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简易的一个运用的方式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快速夹钳的认识篇。那关于前面呢几个案例的说明呢，大家对于快速夹钳的使用呢，有没有比较熟悉一点？那我们看到说，快速夹钳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夹齿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很常运用在一些组装上，或是呢你的制程，某一些制程它可能是小批量，或是需要人工在做一些作业的时候呢，我们用到这类的夹字具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呢，我们常常呢都是需要重复的去做一些作业的时候呢，往往会用这种快速夹钳来做取代。因为这样一来呢快速，二来不用拿工具，而且呢我们可以确保每一次呢我们所做的一个动作呢都是比较一致性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说我们的产品呢，它的一个品质会比较稳定，甚至说有时候呢会运用在其他的场合，像是焊接，有时候焊接呢，我们要做一些简易的固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会用到快速夹钳，因为这样的速度呢其实是蛮快的，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也不适合。不是说快速夹钳是适用在所有的场合，像我们在铣床上面就不一定适合，因为铣床的话呢，有时候呢是需要精度的，那精度的话，我们的夹持力呢是要比较好的，所以通常还是会用一般我们所看到的弧钳，甚至有压弧钳等等的，那这边还是会比较适合，或者是说车床。车床当然是用车床夹头会是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些是气压式的，或是有压式的都有。那像这类的呢，我们比较需要精度的，然后固定方面呢，有一些要求的话，就没有那么适合快速夹钳。那快速夹钳呢，会蛮适合说我们运用在一些简单的一个剪字具要快速，而且呢要稳定，而且呢可能需要说常常要做往复或者是说同样的动作要做很多次，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快速夹钳来设计我们的一个组装的字具，让我们作业更方便哦。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